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批评我2句，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大家好哈，今天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说出来又如何？说实话，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你知道吗？当这么多人面呢，怎么好意思呢？我想当明星。朋友们很羡慕，真的很羡慕，很羡慕。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庞博、付航出来的时候，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庞博啊，付航，我想要的不止于此。我想要特别疯狂，在大街上走，突然有人认出来啊，小北，很想火，朋友们，很想火得匪夷所思。我很想火成拉布布。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林娜贝尔，你知道吧？我想火的，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小北脸；第2个热搜，微博崩了；第3个热搜，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第4个热搜，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你知道吗？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啊！不仅是因为产品好，还是因为它从喜单依旧陪伴我一直成长。当然了，你虽然找我代言，我要保持低调，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我也是真的好茶。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你说说还得了啊？朋友们，我想火成什么样子？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批评我2句，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哎呀，而我没有这样的粉丝啊。回去吧，回去吧。没有这样的粉丝，朋友们，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还会把我推出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啊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有的演员跟我说，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我不是。朋友们，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你说我是普通人吧，我能上综艺；你说我是明星吧，我1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还得2选1。我真的是不算明星，朋友们，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对我都很在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刚进那个片场，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说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当时没走2步呢，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刚才坐在休息室啊，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我说都行。他又特别贴心，点了一杯美式，点了一杯拿铁。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他说他也都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我就最后没办法了。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中间休息的时候啊，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因为我是主角嘛，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朋友们，很舒服。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吹着空调，看着车里的零食，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朋友们，说实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吧？我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我赶紧跟司机说：“我师傅。”赶紧把门关上吧，赶紧！人都变善良了，你。朋友们，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啊？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我说对呀，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朋友们，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他们只夸我低调、热爱运动。
朋友们，人总被夸，就很难听一句那种批评的话了。我第一赛段输给了门枪，工作人员都安慰我，他说：“哎呀，北开场确实不容易，这个票市容易受影响。”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他说：“小北啊，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我就反思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我就有点生气了。他跟我说：“北啊，你消消气，忠言逆耳。”我说：“哦，逆耳就是忠言是吧？那我有句话跟你说，滚！”给我气的你。但我这个朋友追星，朋友们，他虽然不心疼我，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有时候跟我讲，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小北，明星很辛苦，每天通告很多，作息不规律，熬夜，连续加班，甚至会脱发。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啊！你不强调这个职业，我以为是程序员呢。哎，他说真的很辛苦，明星很多平时的这个压力大，很容易焦虑、抑郁。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抑郁啊！啊，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抑郁。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没红又得了抑郁症。我说明星不容易，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啊，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啊，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就是挺好的，但不用心疼明星，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大家相信我，因为我当过明星。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谢谢小北。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我们的明星。哎呀，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原来在小北心里，我们俩是明星啊。要不然给你签个名吧？我想要的不止于此。四位呢，快趁他没红，赶紧点评一下，机会不多了。不敢点评啊，不敢点评啊。非常好，兄弟，真的，你无敌了，兄弟，你太厉害了，咱俩拜把子吧，真的。给我们岳云鹏点点关注哈，朋友们。这就要直播了，这就。打今儿起，你就是我亲兄弟，真的。拜把上有苍天，下有喜丹，中间观众围观，一会儿咱俩把这个喝干，真的。亲兄弟，亲兄弟。第一回见着拜把子喝统一纯福的。喝茶，以茶代酒。真好茶呀你，真的。哎呦，还得我们北哥，这么茶还这么好看呢？你看，哎呦，杀了我算了，你别介。没事儿，我们北家军说什么都行。行，我觉得小北已经找着自己感觉了，真的。我觉得就是他找到自己的人物状态了，就是因为小北之前的段子都是比较温和的，然后讲他人生有多有松弛的，然后上一赛段就开始批评，然后批评了很多现象，但是又讲得很好笑。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他也是以自己带入绿茶，然后来讲述一个。我是带入明星，怎么带入绿茶了呢？哎，我觉得绿茶很适合你，绿茶北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开头？小北绿茶，小北绿茶，小北。这 slogan 是微博瘫了，微博瘫痪了，瘫痪了，微博。就是我觉得这种发疯的状态很适合你，就期待你之后变得更疯。我还想看一下可以疯到什么程度。我最近就不打狂犬疫苗了，我。快乐疯狗，妮达呢？这个真实吧？我感觉他很丝滑，他好像在跟你聊天的那种，很好笑。他很像在上学的时候倒数第3排的那种男孩子。为什么是倒数第3排呢？因为我们班倒数第3排的都特别爱说话，最后2排睡着了。就是很幽默，很幽默又很阳光的感觉。原来这么合理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不知道他讲完这个内容，我不知道你们的点评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对啊，就感觉很自然，整个状态都很自然，很喜欢你的演出。岳哥中间看的都这个加入观众席了，因为我觉得我没资格坐这儿。非常好，兄弟。他离席那一刻紧张吗？有点儿，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我只能在这目送，说哎怎么走，说走完我再讲还是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路透给他发一个小北词条，说小北把岳云鹏讲走了，小北脱口秀岳云鹏愤然离席。那比如说你的粉丝如果要起一个粉丝的代号，你想过起什么吗？对啊，咱们做全套啊。没有，没想过这个。
卑鄙。掌声有请甄勇。好，大家好，我是郑勇。你们发现没？真的很特别，是吧？连长相都很特别。现在很多观众说我长得像那个刘仁成加小罗的合体版，但我其实更想长得像小罗一点啊。我说喜剧，不是长相哈。我最特别的还是这个我的口音。因为我没怎么会说普通话嘛，你们也听得出来很特别。但是做脱口秀给我带来一个最难的点是，我辛辛苦苦写了很多梗，最后都还没有我的口音搞笑。那除了口音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云南的嘛，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那个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演员。所以就是我现在什么民族话都会，就是最不会的就普通话。但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比赛真的很累，现在都已经比到第3轮了，节目组还没告诉我少数民族啥时候才能加分。但可能大家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哈尼族，如果大家去云南旅游，知道有个我们很火的拍照的写着叫哈尼宝贝、哈尼公主。我还真的去写真馆里面看了呀，里面居然有70、80种我们哈尼族的衣服呀，我居然一种衣服也没见过呀。我就说怪不得我们哈尼族以前这么穷呀，我们老祖宗天天研究穿搭能不穷吗？你看别的民族的祖先都在那研究什么机关枪、火炮，我们民族的祖先在那研究 OOTD。那这个地方说出来又如何呢？我小时候有个非常离奇的经历。就是我们那边条件很差，差到什么地步啊？我们那里是整个湖南电视台综艺节目叫《变形记》最大的供货商，差点就把我供上去了啊！就是那些选角导演看到我们那里的山区孩子啊，都在那里感叹说：“这哪是贫穷的地方呀？我们节目组从未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同样是发现西大陆，他们比哥伦布开心多了，我们比印第安人听话。那刚开始节目组来我们那边挑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状况呀，我们很害怕呀。传闻来了一批人，不知道来干嘛，然后又听说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个孩子消失。大人也不着急，也不去找，回答的也很吓人呀。他说你要想他呀，7天之后就回来了。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穷，不知道和城里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只有城市的主人公来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贫富差距。因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主人公跟我们说的是，他录不下去了，太辛苦了，能不能悄悄的带他去县城里面买东西，给我们小费？说带了好几千块钱来。我说啊，你带了那么多钱来，你城里爸妈吃什么？拍完之后，节目组说有可能下次还会来挑人，所以我们开始期待呀。自此之后，但凡湖南牌的车子进村了，我们又以为变形记又来挑人了。回家换最渣最辣的衣服，大家都争做这条街最辣的仔。但是我姐还要跟我抢呀，我说姐你不要跟我抢呀，你都要成年了，让给我们小孩子嘛。我姐说要抢的嘛，快乐女生也是湖南台的啊。但我们兴致冲冲的冲过去，才发现原来这辆车子在推销槟榔的，说吃东西提神有劲。在我们这边土地说这些有点班门弄斧呀。还好我们穷，什么东西也没让他卖出去，走之前还给他推销了1车的蘑菇。那其实可能是因为后来真的变形记，后来又来我们那里挑人了。他在我们几个人候选人里面挑了一个普通话最好的，说方便交流。你看看他的选人标准，这首先你要穷，其次你要把穷说的最清楚。所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离变形记很近的原因，我一直有个不大不小的综艺梦想。今年终于被我遇到了这次机会啊！之前节目组3月份的时候让我去北京面试的时候，他通知我去北京面试，我当时就换上了我家最辣的衣服。去了之后，那导演组问我说：“真有你今年准备好上我们节目了吗？”我说：“准备好了呀，我小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呀。”你们赶紧问我你家条件怎么样啊？所以面试成功之后很开心啊，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家的发小说：“兄弟，我有可能要实现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了，我去录综艺了。”他说：“是吗？变形记要出成人版了呀？”
所以这个节目在我们那里影响很大，影响到什么程度啊？在我们那里小时候流传着一句谚语：走出大山有36计，第1计上变形计。啊，现在终于被我找到了第2计啊，上喜剧之王单口计。而且这次只有做自己，谢谢大家，我真勇。谢谢真勇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真勇。这个，我中间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岳哥能听清他的口音吗？30%应该有吧。这句说的是30%，应该有。我说怎么听到一半把眼镜戴上？要堵嘴，读唇语。刚才我问大林好几个词儿，他说的什么？30%肯定是有，兄弟，50%吧。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他老找我同声传译，我一跟他说，我就听不清你说什么了，你知道吧？我刚刚有很仔细在听老师的口音，但是我其实都听懂了，完全听得懂。你今天的占系电话有点多，可能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接的电信诈骗电话可能比较多。这不是，是因为我们耍说唱的朋友里面有很多是云贵川的，对，就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口音，会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是可爱，以后多加点梗更可爱了啊。哎呀，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梗不多，挺多的啊，只是没笑而已啊。谢谢小鹿姐啊。还是这个老乡说话这个直接啊，姐姐的肯定啊，直扎人心哇！你就仗着普通话好，就这么都挺好，因为我特喜欢他的台风，他特像一个大男孩一样，然后在舞台上就是那种兴致昂扬的去讲一讲，分享自己家乡的很多故事。但是可能因为前2期啊，他讲的太炸了，是吗？对，有特别多有意思的事儿，可能到这一期他因为避免重复自己嘛，也是的，谢谢大林啊。我觉得那个真勇，第一个啊，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需要现场观众给你正反馈的人。前2场你就是因为上来就炸了，所以你就会越讲越放松，越讲越好笑。今天我明显感受到你上来以后，觉得前面好像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所以你的状态就有点往下走。然后第2个，我其实蛮喜欢你这个题材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真人秀去一个地方拍摄，我们作为观众来讲，可能只看到了这个主人公的故事，但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说，原来真人秀去一个地方拍摄，对这个地方的其他人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最后那个结尾，我是拍在那个地方，就是你说从大山走出来有2季，一季是这个变形记，一季是喜剧之王单口记。还好加了这个梗。刚才天真姐说的特别对，可能有俩包袱没响，就自己给自己压力，加速了吗？对，就越来越紧张，然后这个语速就会越来越快，下回就好了，希望你能留住。哎呀，那我就替这真勇问一句，因为岳哥最开始您说相声开始从业之前也是有口音嘛，都听说有好多这个桥底下背报纸的故事。我那个口音你根本都听不懂。我那时候20年前那个时候那口音呐，咦，乖，嗨中，原来是这种感觉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台上好多朋友其实没有受过所谓这个专业训练，但是您现在肯定是大家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嘛，有没有什么小的这种建议能给帮到大家？我那个时候是读报纸，好在那个报纸上字我都认识。读报纸按照台上那个语速来读，就让人家给你纠正在是吧？对，疯狂的读，而且有一个字不认识，我就去查，一直在查。没事，别，开始读字典。对，不是报纸，也是办法。而且我跟各位说啊，就虽然真勇这个说话有一些口音，但是其实他不光参加了咱们节目的面试，是吧？也去了隔壁节目的面试，是吧？所以新说唱的面试是不是也去了？只是没通过啊。那今天导师在这里，要不要来一段？来一段，兄弟，来一段，试一下。来一个。反正说唱也净听不清的是吧？万一比我的梗还搞笑怎么办？来一下，那就来一段旋律说唱吧。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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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室最后排的角落，传纸条的我们两个，替周杰伦逃着就是不替老师讲课，讨论班上谁最好看，谁去给他买早饭。你说你要谈恋爱了，我劝你好聚好散。可以了，不错啊，这应该给一个，都应该，这都应该给一个，这都应该。太晚了，兄弟，我只听懂了周杰伦好看，好聚好散，好聚好散，好聚好散，周杰伦好看，好聚好散，就这几个字我听懂了。那必须听一下妮娜的点评了。我觉得他现在站在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舞台。好，老师已经渐入佳境了，渐入佳境，渐入佳境了。谢谢甄勇的脱口秀，也谢谢你这段说唱啊。脱口秀跟说唱同样赢得了气氛组的1票，很难说清楚哪个更精彩。我们先不公布观众票数，也请你前往门飞旁边就坐，暂时等待一下。下一位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了，讲脱口秀年头也挺长了，今年是他讲脱口秀的第10年啊。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单口老兵，10年了，有很多话也还是没有完全说出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掌声有请宋万博。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最近才听说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叫抒情障碍，说的就是有些人在情感方面不太会表达，越亲近的人他说话越难听。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里人都习惯把爱埋藏在心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障碍家族。比方说我妈，她每次做完饭都想让我们夸她，但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夸，就以退为进。这个红烧肉怎么样？比吃土强吗？我爸说你太谦虚了，这个肉做的赛砒霜。他全吃完了。我妈说早知道放砒霜了，肯定能剩下点儿。我爸倒是经常夸我，但他夸我那话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递一双筷子，他说：“就是比养条狗强。”再聪明的狗也不会递筷子。那时我才7岁半，我哪听得懂阴阳啊？还在那回味呢。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啊？我哥又搭腔了，说：“爸，你说什么呢？边牧就会递筷子。”我那时候也傻，还想着努力超越边牧。而且我们家人吧，怎么说呢？老爱替我谦虚。邻居来我家，说这孩子安安静静写作业多老实，哪像我们家那个整天上蹿下跳的。我爸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他傻不拉几的，他整天跟个大傻不拉几似的。”邻居说：“我那孩子他老爱犟嘴。”我爸说：“这孩子他听不懂人话。”接着两个人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攀比，比着说谁的孩子更不是东西，感觉像两个中年 rapper 在 battle， 但他们不diss对方，光diss自己孩子。而且我邻居说的时候吧，他孩子可不在身边。我爸说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着，我还不能走，我要一走，你看这孩子说他2句就走了。你感觉中国人很多时候都喜欢把好话留给外人，坏话留给自己。你看以前称呼对方令郎、令爱，自己的犬子、犬女，关键犬子都已经算是我的尊称了。毕竟我刚跟边牧打个平手，所以以后我应该叫木子。我姓宋，就叫我宋木子。我其实很想获得我爸的认可，很想。我记得有一回，他请了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一推门把我吓坏了，因为他请了10几个朋友，10几个光膀子中年人。
我那时候小，我哪见过那么多米其林 Pro 啊？但我还是恭恭敬敬，我说叔叔们好。我爸还不乐意呢，你瞎喊啥呢？还有你俩大爷没喊呢。谁分得清大爷和叔叔啊？我只分得清大爷和大妈。怎么分得清？后来我明白了，在北方啊，跟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不提叔叔。所以我很羡慕上海小孩儿，对吧？管他大爷还是叔叔，统一喊耶稣。哦，不对，上海统一喊 uncle。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在家里啊，特别喜欢给你上纲上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能端住啥？这个瓷碗端不住，将来铁饭碗你更端不住。怎么说呢？才10岁我就被取消了考编资格，所以我从小跟我爸就不太亲近。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每次爸爸出差啊，你不希望他回来，就他在外边别死，但也别回来。我理想的父亲是大禹。就每次一路过家门，哎，还有一个更理想的父亲是圣诞老人，对吧？早上我醒过来，我妈对我说：“你爸昨晚回来啦，一大早就走了，这还有给你的礼物。”我爸不是没想过修复我们的关系，但他表达对我们的爱，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啊，只能说是惊悚。我放学回来晚了，我以为你死路上了呢。你看他就不如我厚道，我希望他在外边别死。他也表达过对我妈妈的关心，他那个方式啊更是灾难。我们一块儿看电视剧，他被电视剧感动了，他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我们，怎么做的？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原地干拔。这个价值上的放春晚，你都嫌太生硬了。他愣是说出来了，说完他扭头走了，因为他也觉得太生硬了。我妈还得打圆场，不孝顺我也行，你一定要孝顺你爸。看个剧感动成这样，关键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剧，它是《水浒传》呢。我爸对我影响很大，在他长期教育之下呀，我逐渐活成了他的样子。我也不会表达。其实我爸每次出差，我真的很想他，但我说不出来。他每次回来，我妈说：“你快去接他。”我说：“好嘞，去接他。”一到门口，我们相顾无言，不知道怎么办。外国人会拥抱，我们不会，我们俩就。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我朝他敬了个少先队礼。我爸哪见过这个呀？他还了我一个，感觉我们俩还能再来一段课间操。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表达，我也很少跟人来往，我很容易就把朋友处成父子。但去年我有了女朋友。刚在一起不久，我就在他家打碎了一个杯子。当时我吓一跳，我说：“我天哪，这么些年光注意端饭碗了，忘了杯子了。”我在静候一场狂风暴雨。他走过来说：“你手没事吧？”我说：“不应该先骂我吗？”没有。接下来我们把碎片收拾好，放进垃圾桶。聊天刷剧，没有人再提到过杯子的事情。我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就结束啊！我以前可没有经历过，原来能这么简单就结束，我就感觉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谢谢宋万波的表演，喜欢他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为他。